为什么只有角头2能被称为全角头系列的最经典之作？除了影片里嚣张到极致的白毛，靠着说话从不抬头，鞠躬从不低头的名场面，还有百人群架的热血名场面之外，更核心的是，这部堪称角头宇宙巅峰的作品，藏满了细思极恐的细节，而让无数人猜破头的常威背后的神秘老板，就是最大的钩子。结合最新几部角头作品来看，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其实早已埋下线索。下面我花了万字梳理，把角头5部系列的剧情线、暗藏的伏笔全部串联起来，带大家重新看懂角头2王者再起。这部被誉为角头系列的封神之作。另外必须跟大家声明一下，之前因为打错字导致配音失误，把浪流连说成了流浪连，对此我十分抱歉。而故事一开场就是贵董与阿仁的一番激烈争吵，这场争吵的背后其实早已注定了北馆乃至整个角头江湖的命运走向。大啊！台北城一地大家想要闯，我只不过是先甲提过啊，尔嘛。这无可能啊！哪有啥无可能的？只要我搁在社会啊，可能发生啊。我伫哈达年前把酒抓过，这才是半年之前的代志，你敢袂记啊？阿仁之所以会对北辰动心思，核心原因就藏在半年前的南北势力暗斗里。哈达死于喜爷之手，这让北辰陷入权力空虚，也让阿仁生出了吞并北辰的想法。但作为老牌角头老大，贵董的行事准则里，重承诺是底线，这就和阿仁的心思形成了尖锐冲突。其实哈达早有预感喜爷会对自己下死手，所以生前特意找过贵董托付后事，话里话外都是希望自己死后贵董能照看好儿子酣春。可他没料到自己刚死半年，阿仁就已经按捺不住，主动对北辰的地盘出手了。臭咖逼，跟到下传家传小，你们想啊！我干你好啊！这也正是贵董愤怒指责阿仁不该对酣春下手的关键背景，这让所有人都产生了疑问。大家都知道阿仁重情重义，他为什么要对北辰下手？这完全颠覆了他以往的形象。阿仁之所以这么做，大概率是出于这层考量。大家都清楚酣春的能力，他根本撑不起北辰的地盘。阿仁心里盘算着，要是让酣春接手，北辰迟早会被其他势力盯上。一旦北辰被别人占了，那古势力很可能会跟北馆为敌。与其冒着这种风险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把北辰的地盘直接抢过来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才有了片头的刺杀戏。虎一是酣春的换铁兄弟，既是哈达留给酣春的托孤大臣，也是北辰的2把手。只要除掉虎一，阿仁对付北辰就没了任何阻碍。可酣春这个憨憨被阿仁绑走时，还完全不知道虎一已经被做掉了。王主任，你处理代志处理到正人员，回去退休啊？退你也倒啦退，你叫退我就退哦。安尼我算老几呀？这算讲你没欠大人，我到底好严欠啊！干啊！就在阿仁准备对酣春动手的节骨眼上，贵董的电话打了过来，话里话外都在警告阿仁绝对不能动酣春。阿仁心里再不甘，也得听贵董的话。事后，贵董把阿仁叫到北馆，明明白白的告诉他，以后不准再碰酣春，因为贵董当初答应过哈达，要好好照顾他的儿子。这里就有个疑问，既然贵董知道阿仁要对北辰动手，为什么一开始不阻止？大概率是因为虎意。贵董很可能早就看出虎意在北辰的权力已经超过酣春了，既然答应了哈达要保酣春平安，就必须彻底扫清威胁酣春的隐患，所以他才默许阿仁派小弟做掉虎意。但贵董从没想过要吞并北辰的地盘，可眼看着北辰的地盘就要到手，阿仁实在不甘心，为此还跟贵董大吵了一架。最后阿仁只能无奈的去自家赌场散心。就在他在牌桌上大杀特杀的时候，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，电话那头正是他的好兄弟常威，主动约阿仁见面。喂，大天，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常威虽然不是北馆的人，但跟阿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。他知晓阿仁突击北城被贵董拦下的事，表面上未多言语，内心却早已看透阿仁的困境。永春的地盘你没有拿下啊？卖公家了。他了解阿仁的为人，也知道贵董的规矩就像一道枷锁，将他束缚，才让他没能拿下北辰。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常威决定进苦窑进修时，会对阿仁说出那样一番话。我已经决定进苦要进修了，今天找你来，只是想跟你打声招呼，告诉你一声，等我拿到全台北的地盘，我再回来找你啊。这句话的隐喻其实不是要直接帮阿仁，而是在暗示阿仁他的行动一直被贵董牵制着。在老牌角头老大的观念里，做什么事都要讲道义，这既是阿仁受制的原因，也正好印证了他重情重义的人设。反观常威，他就不一样了，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。至于常威为什么要进苦窑进修，这就得说说弯弯的黑道晋升潜规则了。弯弯有犯罪学历的说法，比如看守所等于小学，监狱等于高中，管训队等于大学，绿岛监狱等于博士。这种说法源自竹
独子联邦陈其里的监狱进修论，也正好印证了常威说的禁苦窑进修的说法。常威说等我拿到全台北地盘再回来找你，这句话其实在暗示监狱里有大人物能帮他，这个大人物大概率就是流浪连相关的石议员。众所周知，石议员是南坑霸董的女儿，而霸董正是害死石议员丈夫的元凶。南霸天海董又是南部势力的老大，所以在这个节点上，石议员很可能已经跟海董达成了合作，目的就是报复南坑势力。这也解释了为何窦震最后海董能轻而易举地将喜爷救出。有了这几层关系，便能说明常威在监狱的这几年成功搭上了这层人脉，因此他成立剑和会时，身边才会有2个人随行，一个是窦震里的阿彪，另一个是流浪连的白毛。这2个人本质上是派给常威调用的，并非他真正的手下。反观之后的几年，北管始终平静无波，阿仁也彻底放弃了北城的地盘。直到某一天，剑和会突然崛起，让弯弯的江湖再次陷入血雨腥风。这个帮派靠面粉生意发家，手下小弟甚至人手一辆小牛，而帮派的老大正是常威。他没忘记入狱前对阿仁说过的话，只不过阿仁只猜到了一半。他从未想过常威的目标是掌控全弯弯的地盘，而北城便是他的首要目标。所以常威第一时间便派阿彪和白毛前往北城。此时的白毛经历过流浪连的事件后，已彻底变成疯批模样。这个好，我把腿拿着。而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疑惑，在流浪连中，白毛亲手杀害了石议员的丈夫，身负这样的杀夫之仇，石议员为何迟迟不对白毛下手？原因其实有2点。首先，白毛为黑化前，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还曾协助世界哥研制出畅销的面粉，而剑和会恰好以面粉生意立足。白毛的这种特殊才能是石议员不杀他的原因之一。其次，她丈夫世界哥的死归根结底是南坑霸董造成的，北管只是间接参与，即便白毛没有黑化，世界哥最终也会被霸董铲除。这也是为何在流浪连中，石议员会对霸董说出那样一番话：爸，这敢是你安排的？好走不行就。我唔那是你的查某囝，我嘛是伊的某。结合此前的线索，再加上黑化后的白毛足够凶狠，这便是石议员不杀他的全部原因。而白毛此次出现在北城，也意味着酣春的结局注定是灭亡。王千代，我 boss 约你那么多次，你为什么都已读不回啊？你嘛是咧讲啥小？啊，你那是咧开小房的呢？那是走投无路的人咧整的。恁爸天我去啊！我讲是走投无路的，干！白毛口中的 BOSS 正是刚出狱的常威，但此时的阿仁压根不知道常威已经出来，更没料到白毛和阿彪全是常威的人。具体原因咱们稍后再扒。从白毛的话就能看出来，常威出狱后早就多次联系过酣春，剑和会是新崛起的帮派，圈内老大都清楚他们靠啥发家，懂行的老粉更明白。白毛在流浪连里就是研究面粉的高材生，这才是他的核心技能。至于白毛为什么成了疯批，跟袁泉在流浪连里当年霸董带阿伦闯世界哥的地下工厂，为了逼问世界哥下落，直接弄断了白毛3根手指。本身就记仇的白毛反叛早就是必然。其实从世界哥甩他一巴掌时，他眼里的杀机就藏不住了。但他为什么直到最后才暴露疯批本性？结合前后细节推测，核心原因有2点：一是世界哥只是侮辱他，没下实质性狠手；二是让霸董动手，刚好能给石议员不杀他找个理由，因为他俩都有共同仇人。世界哥死在霸董手里，白毛的手指也被霸董弄断，哪怕白毛和世界哥有过节，直接仇人也是霸董。再加上白毛是顶尖的面粉大师，有利用价值，10亿元才留了他一命。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常威的面粉生意能这么火，剑和会能崛起，光有制毒的白毛不够，还得有会卖货的狠人。这就不得不提阿彪，看过斗阵的都知道，阿彪心狠手辣，在南北势力的面粉生意里混得风生水起。这里有个关键细节，斗阵里玛莎特别偏爱阿彪的货，甚至想全包，但从没说过货的来源。结合斗阵中的细节，能推测出阿彪的货根本就是白毛做的。因为这里有一个细节，斗阵里阿超曾经找光头拿过货，而光头和白毛的关系不一般，这就把3人的货链彻底串起来了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常威的剑和会小弟都那么有钱，典型的自产自销。再说阿彪，他本来就被寇桑看中，但寇桑一门新思想让儿子继承家业，阿彪只能一直隐忍，直到斗阵里寇桑快死的时候，阿彪的反叛念头终于藏不住了，这才在寇桑临终前补了一刀。很多人不理解寇桑都快死了，阿彪为什么多此一举？结合阿彪的隐忍性格与反
反叛动机来看，他想用寇桑的死表决心，彻底和旧势力切割，为自己找新出路。不过斗争结尾，麦克接到父亲死讯回国参加葬礼就没下文了，大概率是导演埋的伏笔。虽然故事线看似和角头一有关，但时间线根本对不上。角头一直讲顶庄和大桥头的恩怨，压根没阿彪，只能说阿彪的故事远比咱们想的复杂。回到主线，白毛和阿彪把鹌鹑带到天台。干！你赶紧别出来，现在冲啊！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了，不合作是吗？这也印证了常威的布局早就开始了，甚至比阿仁3年前突袭北城还早。作为实打实的黑二代，鹌鹑就算被黑毛断了手指，态度依旧嚣张，一半是继承了父亲哈达的硬气，一半是真憨憨。这打手指你别无语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担心你给人家拍死，你有才能嫁出这种大人。面对常威递过来的钱，鹌鹑直接拒绝，因为他知道常威做的是面粉生意。这里能发现个特点，北部势力除了大桥头，剩下3家都特别讨厌面粉生意，要么是老一辈角头的规矩，要么就是鹌鹑真不懂外界形势。他的憨憨特质在角头之大桥头与麦克对战时就暴露无遗。这边正打着群架，他甚至全程还没扔掉他手里的麦克风，全程像个搞笑担当。差飞啊！人家玩给你感觉卖赌啊！我都紧张啊！这和弯弯黑帮下死手的规矩完全相悖。导演或许是想刻画搞笑效果，但在弯弯江湖里，这就是致命缺点。常威最后讽刺了鹌鹑一句，随后就给阿仁打了电话。名字可能取错了，但外号绝对错不了。翁春，兄弟啊，是我啦，我回来了。3年前你没有拿下的地盘，我帮你拿下了。而此时的阿仁还没反应过来，电话那头是刚出狱的常威，更不知道对方的计划早在3年前就埋下了。其实常威的话里全是深意，他早就计划好了。3年前阿仁突袭北城，离成功就差一步，只因贵董一句话就放弃了。没看过的伙伴可以回头看第1集，搞懂贵董的规矩有多数妇人。在常威眼里，阿仁就是被旧规矩绑住了手脚，他现在突袭北城就是要告诉阿仁，你做不到的事，我常威能做到。两人看似只是简单问候，但常威的每句话都在点拨阿仁。挂掉电话，常威一个手势，鹌鹑这个扶不起来的黑二代最终走向了灭亡。你们中央，你搞反鬼，搞反鬼啦！鹌鹑一死，常威的野心彻底藏不住了。他直接带着小弟去了鹌鹑的葬礼。明眼人都知道鹌鹑的死和他脱不了关系，毕竟一方老大惨死肯定会引发江湖风波。但常威根本不在乎，他甚至拿出一笔钱给鹌鹑老婆装出慰问的样子。这波操作明着是在老牌角头面前炫耀势力，暗着是在蔑视成就道义。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做给阿仁看的。接下来就是白毛的名场面，鞠躬从不低头，很少有人注意他身后的光头也是如此。这不是单纯的嚣张，而是剑河会对旧江湖规矩的公然蔑视。老牌角头讲究表面尊重，哪怕是敌人葬礼也要装样子。可常威的人连鞠躬都不肯低头，本质是在宣告新势力的规则里没有敬畏。葬礼结束后，常威直接带小弟找到阿仁，话里话外都在暗示，只要打破规则就能成功。好久不见，怎么样？我的排场还行吗？混得不错哦，兄弟都穿得蛮体面。当年我进去管训前，只有你来送我。今天我好了，我也要让你好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没你那么好命。我 boss 尊重你，你才是老大，要不然你只是个。好在阿仁与常威及时拦下手下，一场大战的危机才得以化解。但这仅仅是北管与剑河会纷争的开端。随后，常威便将阿仁等人带到自己的仓库，表面是介绍生意，实则是想让阿仁在北管地盘给自己通路子。你听我的，把你的地盘放出来做通路，你和你的兄弟们就不用再赚那些辛苦钱了。阿仁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。他心里清楚，鹌鹑的死绝对和常威脱不了干系，更何况通过常威的介绍，他也得知对方不只是做面粉生意，还涉及跨国军火交易，这些全是贵董最反感的生意。哪怕阿仁有过动摇，贵董的束缚与心中的道义也死死困住了他。常威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。不说这些，我知道你上面还有一个贵董，他老人家规矩比较多，慢慢说服也不迟。对此，阿仁没再多说，这场谈判就此告一段落。这里要注意一个关键细节：众人离开后，
阿超看着常威的身影，眼神里满是向往，已然动了心。而这一切都被白毛看在眼里。从这一刻起，阿超的内心开始动摇，也是北管芜湖走向末路的开端。没看过前作的朋友，或许只会觉得阿超是一时贪心所致，但看完《斗阵流浪连》就会明白，他的灭亡早已注定。就像酣春因为撑不起北城，最终被常威除掉，阿超的结局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。在斗阵里，阿超就曾找过光头，从他手里拿了一批面粉。要知道当时除了大桥头，其他3大角头都嫉妒痛恨面粉生意，可阿超为了贪念根本毫不在乎，甚至让小弟阿豪偷偷拿去卖。即便阿豪不肯，他还拿阿豪母亲病重当筹码，诱惑阿豪帮自己赚钱。从这就能看出阿超的贪心，更能看出他毫无担当。后来阿仁发现地盘上有人卖面粉，所有线索都指向阿超。阿仁没有直接戳破，其实是在等阿超主动认错，这是他对这位最早跟随自己的小弟最后的期待。你老实讲，这个相救大，当然整下来没有啊？好在阿豪没把阿超供出来，但阿仁心里早已一清二楚，就想看看阿超有没有担当。可阿超非但不敢站出来，反而为了避祸，亲自下手把阿豪打成重伤。看到这一幕，阿仁瞬间怒火中烧。你大家拢给我听清楚，像啊，刚才整下来给我没有啊？我恁别处理啊！这一点足以说明，即便阿超是最早追随阿仁的人，此刻在阿仁心里也早已不再重要。这或许也是后来阿仁重用阿庆的关键原因。在流浪连里，阿仁特意让阿庆调查北管面粉案，就足以窥见一二。而阿超的灭亡伏笔还不止这一处。白毛来到北城后，当众撒钱的举动，进一步放大了他的贪心。这不好，会把腿打断。这或许是导演的刻意安排。阿超收下白毛的钱时，心里就彻底动摇了。也正是这一刻，他与白毛之间的因果已然种下。果不其然，在极度贪心的驱使下，阿超主动找到白毛，希望对方能带自己见常威。他大概觉得常威和自己老大阿仁是好兄弟，肯定不会对自己怎么样。可他完全想错了。从他主动接触白毛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灭亡的结局。看到白毛开的豪车，再走进常威的根据地，阿超彻底震惊了。这里的一切和他印象中的黑帮完全不同。所有人都打着领带，像白领一样做着现代化的生意往来。谁能想到常威的生意竟然做得如此正规？这一下更是让他的贪心翻了1倍。可当白毛把他带到常威面前时，却给了一直苦于找不到理由对北管下手的常威送上了机会。阿哥，我这个北管阿仁出来了，叫我阿超就 OK 了。来干嘛的？来买药啊！我问你，你觉得卖药低级吗？你那样你讲了，就赚钱啊。可你们仁哥说你们的角头非常高尚，不缺钱。阿超根本不知道常威的意图是想通过敲打他，告诉阿仁他的小弟都敢打破规则，你这个老大反倒不如小弟。再加上白毛当众暴揍阿超一顿，更像是常威在向阿仁证明思想被规则束缚，到最后只会落得被打的下场。这一点和酣春很像，但酣春不是被规则束缚，而是真的没能力。反观阿仁明明有能力，却被规则捆住了手脚，到头来和酣春没什么两样。把阿超打个半死之后，常威又把他带到了钓虾馆，随后就有了疯批白毛被钓虾馆老板娘对的名场面。老板，没事啊，放黑啊！没事！收到消息的阿仁立刻带着北管的兄弟赶了过来。这场谈判也意味着新旧势力的关系彻底破裂。此时的常威正悠然自得地唱着歌，显然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阿仁到来后，二人先是对唱了一番，这一刻看似情谊尚存，可接下来的对话却让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你不跟我搞生意是吧？结果你的小弟阿超，是叫阿超，我没记错吧？他竟然背对着你来跟我买药，所以我帮你教训了他。常威的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，阿仁受贵董影响，守着菜市场般的地盘，迟早会被他们这种新生势力吞并。就像伟人说的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，阿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所以常威就是想拿阿超当棋子，给阿仁最后一次合作的机会。我也帮你和你的小弟们都规划好了，北城和北管2个角头合并，然后叫你的小弟们在那一片街上每家放药，血海了。可没想到阿仁还是拒绝了。从这就能看出，即便被贵董的规矩束缚，阿仁骨子里依旧坚守着心中的道义，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常威合作。虽说他最初也想拿下北城地盘，但那只是抢地盘和卖面粉这种底线生意完全不搭边。而阿仁接下来的话直接把二人的情谊推到了谷底。老弟，
如果我不照你的意思走，那我们的下场不就跟我们村的一样？你也被他吼给了，对吧？别这么搞啊！没有必要把我这个老兄弟逼成是你最可怕的敌人。常威说出这句话时，就意味着两人的观念已经彻底分歧。随后，常威拿出当年阿仁送给他的牌九，这一刻开战已成必然。你送给我这张 Lucky Seven， 我想你现在更需要运气了。从常威的话里就能听出，他早已胜券在握。紧接着，常威接到一个电话便起身离开。阿仁似乎察觉到了话里的深意，联想到3年前常威说过的话，当即开口质问：当初你在规划你的版图的时候，有没有把今天这一局加进去？常威没有任何回答，但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3年前他就已经布好了吞并北城的局，这让阿仁心里满是失落。或许在所谓的江湖里，利益从一开始就藏在情谊的布局之中。就在阿仁准备离开时，一场大战已然箭在弦上。杨哥，一个几多？我今晚是安怎？人有代志还无算。干你娘老鸡掰，不是在瞧啥小啦？我赶到来啊！随着阿彪的一个手势，剑河会与北管的大战就此爆发，双方人数旗鼓相当，但北管明显占据优势，这就不得不提胖达，他在角头宇宙里台词寥寥，却是北管五虎的战力天花板，北部势力无人能与之单挑，这一点从大桥头冲突、流浪连事件的暴击输出便能直接印证。由于体型优势，胖达面对3、4个人根本不在话下，每次出击皆是暴击。讲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麦克的实力也很强，但从综合几次冲突来看，麦克或许根本不是胖达的对手。虽然几次冲突中麦克仅受轻伤，核心原因还是两人的身份天差地别。麦克作为大桥头太子，背后有身份豁免权，黑帮从不会轻易动掌权者后代，这是地盘博弈的潜规则。而胖达虽是北管五虎之一，本质只是冲锋陷阵的武力工具人，一个是半文半武的掌权者后代，一个是纯靠武力输出的执行者。这种身份差异早已注定了武力上的差距，相对比于阿庆、胖达的战力明显更胜一筹。但如果是阿庆的好兄弟阿猛，或许能与胖达一较高下，只不过剧情设定让阿猛最终死于蝎子之手，不然北管战力又能多加1分。若当初蝎子没有针对阿庆、阿猛几人，如今的北管格局或许会完全不同。麦克可能会早就结束统一北部势力的野心，因为阿猛身上有着和阿仁几分相像的特质。除了遇事冷静，阿猛的战力也的确不俗，从他独自找到蝎子便能看出，仅凭一己之力对抗蝎子3、4个手下完全不成问题。只不过过度消耗之下，再加上蝎子打破了黑帮不群殴、不偷袭的默认规矩，这才让蝎子有了可乘之机，最终导致阿猛被刺伤而亡。但反过来，若当初阿仁答应让他们直接加入北管，而非让阿猛独自解决蝎子的事情，北管的格局也会截然不同。毕竟阿猛除了有战力，做事还不会像阿庆那样冲动，这就不会间接导致后续贵董的死亡，一连串的蝴蝶效应也不会就此发生。胖达不会因为阿庆的冲动被阿彪针对而死，他的好兄弟潘帅也不会因此走向逃亡之路，最终因受不了独自一人的孤独而了结了自己一生。而这一切终究没能发生，核心原因还是老牌角头的规矩所致。在老牌角头的逻辑里，让阿猛独自解决与蝎子的恩怨，不是单纯的为难，而是规矩本就如此，只有通过考验获得认可，才能给他足够的发挥空间。其实这原本就是走个过场，早在阿猛打劫酣春赌场时，阿仁就已经起了爱财之心。快！各位大啊，小配合者。快者马王姐啊，马王姐！这种敢打敢冲的魄力，正是北管新生代需要的战力。阿仁的爱财之心早已显露无遗。若阿猛能从蝎子手下成功走出来，凭借阿仁的扶持，他在北管的地位绝不会低。可剧情的走向终究逃不开现实般的宿命。从阿猛被迫独自面对蝎子，到贵董、胖达接连陨落，再到潘帅走上绝路，这些看似零散的悲剧，实则早已被老牌规矩的束缚与江湖的残酷定格成无法更改的命运。我老歹势啦。我较含慢讲话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若要对，就要对一个真正的老大。若本事，个人的代志先去瞧清楚，瞧了哪会好势，后面的代志咱再过来瞧。回到主线战场，这一战北管本应稳操胜券，但在绝对火力差距面前，老牌角头的战力终究显得力不从心。或许是导演刻意为之，也可能是阿仁没料到会与常威提前开战。
他们并未准备充足火力，这也给了白毛可乘之机。他从电视机后面拿出一把喷子，疯批属性彻底爆发，准备直接向阿仁开枪。好在阿超及时挡下，自己却因此丧命。他终究为贪心付出了代价。最终这场大战以北管败北告终，而这仅仅是剑和会与北管再次大战的导火索。当阿仁等人退回到北管之后，阿仁先是安顿好北管的兄弟，然后便给贵董打去了电话。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不可能不向贵董汇报。大今嘛不是我无用讲，你唔着看对方要好我甲讲。大你较早甲我讲，我拢知影，我也拢有听你。啊，若无我，你的个性你上解清楚。即嘛重点是我的少年替我动政治，啊，即嘛人亡心啊。啊，若无我惊你无材料，甲你讲这通电话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从阿仁的话里能看出，贵董想将此事压下，这让被规矩束缚手脚的阿仁极为不满，却终究压下了火气。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，阿仁输的不是贵董定下的规矩，而是他自己内心的隐忍与权衡。而此时，阿庆的冲动开始显现。对，当然要靠你是吧？当然要靠你啊，是吧？要我这么死死。从阿庆的表情能看出，他心里已然埋下不满的种子，这颗种子终将在贵董心脏病突发时彻底发芽。看到这里，有人会觉得阿仁不如阿庆敢拼，但实则并不是这样，因为阿庆做事是不计后果的，相对比阿仁在某些层面上要比阿庆稳重得多，他做事完全有自己的计划。就比如窦震突袭南部追杀喜爷的那一幕，他都是事先来到南部拿到军火后才行动，但阿庆却不是这样。这一点通过稍后的自作主张便能窥见一二。他带着潘帅、宗保、胖达准备袭杀白毛，以此来给阿超报仇，可他从未想过袭杀白毛的代价。作为剑和会首席面粉大师，这样做无异于彻底加剧剑和会与北管的矛盾。在给阿超祭拜完之后，他们四人通过踩点终于抓住了白毛之身前往夜总会的空档，就等着白毛出来一击必杀。然而此时的白毛还全然不知危险降临，在吸食大量面粉之后，他的疯批属性显得更加极致。有人会问白毛的战力如何，但从综合表现来看，他的战力远不及北管五虎，核心是定位差异。白毛靠的是疯批狠劲加不择手段，而非正统战力输出。单论打架没有任何加持下，他只有被打的份。而接下来的剧情便会证明这一点。在确认白毛出现之后，四人马上就冲了上去，而白毛的第一举动就是回到豪车里拿喷子。这一点便能看出他的狠辣，只不过这个距离太远，在他拿出枪的一瞬间，命运就早已注定。阿庆一刀便斩断了他的保命依仗。即便如此，白毛还是没有放弃抵抗，只不过很可惜，任他再凶狠，如今已是案板上的鱼肉。胖达抓准时机连续补刀，最终嚣张一世的白毛惨死在街头，而这也成为剑和会与北管第二次大战的开端。而对于阿庆四人的冲动之举，阿仁马上找上了他们。我即摆现在情形啊，管你即摆话你咧做主啊，是谁叫你带人去人输赢的？对，啊是你叫我好好处理的呢。恁妹是叫你好好处理阿草的后事啦，但即摆好啊，等下我好好甲恁处理。你妹妹阿走。虽然阿仁表面上对阿庆的行为极度愤怒，但内心里其实早就默许了。调辖管阿仁等人败北后，他那句好好处理这件事，本就是有意无意的提醒。阿仁没明说怎么处理，但稍微琢磨就懂。阿超替他挡子弹，不幸身亡，这不仅让北管五虎实力大减，更让北管的名声一落千丈。阿仁心里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气，想找回面子，可贵董的一番话，直接让他憋得没处发泄。对，你较早甲我讲，我拢知影，我也拢有听你。啊，若无我，你的个性你上解清楚。即摆重点是我的少年替我动政治，啊，即摆人亡心啊。啊，若无我惊你无材料，甲你讲这通电话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虽然通话里并没有贵董的声音，但从阿仁的表情就能看出，贵董是想让他不要再起风波。这就是老牌角头老大的规矩，把阿仁束缚得死死的。而阿仁的聪明之处就在这儿，既要打破这种憋屈的局面，又不能违反贵董的规矩，所以他必须找一个能动手敢担责的人来替他解决这件事。阿庆就是最完美的选择，毕竟从阿庆的状态就能看出来，阿超的死已经让他憋足了火。不用阿仁明说，他大概率会主动出头。更关键的是，阿庆的冲动在贵董眼里顶多是小弟管教不严，这个代价远比阿仁亲自出手违反规则小太多。要我这么死我处理。也正是这份没明说，让阿庆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大哥就是要他把白毛处理掉，以此来为阿超报仇。在白毛被解决之后，阿仁第一时间找到阿庆四人，上来就选择指责，可从头到尾都没提惩罚。到这就彻底清楚了，阿仁其实就是想为阿超复仇，只是把阿庆推出来当借口。好在贵董面前有个交代，最多挨一句对小弟管教不严，就能把复仇的事翻篇。而另一边剑和会的面粉工厂里，阿彪接到了常威的电话，白毛的死他已然知晓，所以常威便让阿彪给白毛的家里打去300万，打300万到快家人的户头里用。好，
没问题。叫他们对谁都给我闭嘴。从这不难看出，阿彪跟白毛的关系就像之前第2集说的一样，肯定有种特殊的绑定。要知道，在黑帮圈子里，尤其这种新生黑帮，凡事都以利益为先，处理兄弟家人后事的时候，一定要选与这个人生前关系特别好还靠谱的人，如若不然，这笔钱很有可能被蒙混私吞。至于为什么不选光头，光头跟白毛的关系也不错，在流浪连里两人形影不离，我想原因只有2点。其一，光头这个人没有阿彪有能力处理后事，不只是送钱，还要稳住家人情绪，他根本扛不起来。其二，光头这个人完全不可靠，他随时都有可能将这笔钱昧下。别忘了，在流浪连里，北管的人就曾经抓住过他，他为了自保，甚至直接吐露了世界哥的地下工厂。这种卖队友求活的人，从来都不值得信任。当然，白毛也不可能白死，除了常威会选择报复，他背后的老板更不会放过北管。要知道，白毛可是研究违禁品的高材生，杀了他就等于断了建和会的财路，所以一场大战从白毛殒命的那一刻起就避免不了了。对，讲干你来，看，把我的点修改。又唔係講講交啦，燒佢！而與此同時，宗保這邊也收到了對方挑事的求助電話。既然對方已經主動撕破臉，那麼即便是貴董也攔不住北管的反擊。隨即北管的人開始糾集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們第一時間並沒有回到北管，而是在阿慶的帶領下直接衝到建和會，開始砸他們的場子。你咪下講啊！幹你娘老子的！就你做嘴出來了。這顯然只是開戰的序幕。此時常威在車裡似乎剛打完電話，不過從他的神情來看，大概率是剛下達完命令，或者是收到了背後隱秘老闆的指示。他開始整合建和會所有的小弟，準備跟北管的人決一死戰。人在嗰邊，紅道幾百包嘅，帶馬上嘅你知咯。在这场决战当中，我们能清晰看到北管的实力有多强。毕竟经过钓虾馆的事件，北管虽然以败北收尾，但核心实力并没有削弱太多。只不过建和会这个帮派从整体来看，人马要远强于北管。单看这个带头的小弟就能知道，他曾经是跟酣春的。在常威成功拿下北城的地盘之后，就足以证明建和会已经整合了所有北城的资源。论硬实力，肯定比北管强太多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这次阿庆并没有让胖达出战的意思，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布局却成了胖达死亡的关键。因为在此刻楼上的角落，阿彪正对着胖达虎视眈眈，杀机毕露。boss， 我处理一下事情。从阿彪的台词里再次能印证我们最开始的判断，阿彪与白毛的关系绝对不一般。要知道当初给白毛补刀送他上路的正是胖达，所以阿彪这次针对胖达就是为白毛复仇，理所应当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双方的人马瞬间大战在一起，这也是目前国产黑帮电影题材中最热血的一幕。百人群架的震撼场面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相较于大桥头跟流浪连的对决，这种规模和张力完全没有被逾越。虽然第2次大战当中胖达没有参与，但北管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。双方鏖战了良久，最终才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局带走。而警官的一句话再次证明了贵董的本质，他虽然实力雄厚，但却没有扩张的野心，只想守着老规矩，安稳度日。你们不会烦，我抓你们就抓到烦了。因为你要查清楚，这边你烦恼，我会。贵党平常是啥那干的，遇到代志。当然玩给手怕了。当然，这场大战的代价远比北管众人预想的惨重。胖达被阿彪趁机抓走了，这一点是阿庆等人完全没料到的。如果不是阿庆让胖达留守，没让他参战，那么在这次混乱的大战当中，胖达就不会单独暴露，更不会被阿彪抓住，进而丢掉性命。你要知道，你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里了。但是如果你肯帮忙处理掉北管阿仁，我们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是你喝醉了，还是我喝醉了啊？有种把我放下来，我们单挑啊！操你妈的！虽然胖达在整个角头系列里没有几句台词，但他对北管对阿仁的忠心，所有人都有目共睹，他是绝对不可能背叛阿仁的。而从这一点也能看出，白毛与阿彪之间两人都透着一股狠劲，但不同的是，阿彪的狠是深沉且阴险，白毛的狠则是纯粹的疯批。这也能看出阿庆的布局完全没有阿仁精准，如若是阿仁操盘，绝对不会让胖达单独处于危险之中。只不过这场二番战给北管来得太措手不及，就像是当初阿庆等人伏击白毛一样，毫无预兆。
但唯一的错是阿仁明知道阿庆等人击杀白毛的后果，却没让北管做任何防备，这才是最大的失误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阿仁其实早就知道剑和会会报复，但却受到贵董不准再起风波的限制，没能提前布局。这一点从刚才警官说的话里就能间接印证。那么大家是怎么认为的？胖达的死究竟是怨阿庆的冲动布局，还是怨阿仁被规矩束缚，没提前设防？为了杀人诛心，阿彪甚至还将胖达的尸体送回了北管。这不仅仅是赤裸裸的示威，更是在向整个北管宣告新旧两股势力的强弱区别。虽然北管看似足够强大，但在老规矩的束缚之下，他们在剑和会这种新势力面前终究显得不堪一击。胖达的下场就是最直接的证明，而这也是整部角头里最痛心的一幕。阿超的死是他贪心性格与新旧势力冲突的必然结果，但胖达的死完全是新旧势力对决的牺牲品，他没做错任何事，却成了权力斗争的垫脚石。所以这场二番战看似没有明确的输赢之分，其实北管还是败了。连续牺牲2员大将，北管这口气怎么可能咽得下？就在北管众人商议报复之际，警方率先找到阿仁，告知事件已经动上层，警方将全权介入处理，严禁北管私下寻仇。这位与贵董相交神赌的局长，其行为背后无非2种可能：或是遵从贵董意愿，不愿纷争进一步扩大；或是迫于常威背后老板娘的势力施压。你若是私底下解决，我就歹做人啊，对吧？交我来处理啦！干你娘鸡巴！我好几百上个讲你来。阿仁即便怒火中烧，也只能强行隐忍。此时的阿仁早已心乱如麻，连续2员虎将与命剑合会，自己却被贵董与上层双重施压，连复仇都无从谈起。这份重压让他几近窒息。偏偏此时阿庆再度火上浇油，字字诛心的要求他给兄弟们一个交代。这2个是你的少年呢，我家己斗阵的呢，我今摆若无甲好起来，我是要对因交代啦。对，我袂互你歹交代啦。我今晚是要交代啥啦？大尾人，无老大你来做，我听你的。我细汉用好起来，是我这做老大的汉班，啊是你野心伤个大啊！被夹在中间的阿仁终究彻底爆发。从阿仁的怒吼中，不难察觉他对阿庆擅作主张的极度不满。虽说事件的导火索是阿超擅自向常威购买面粉，但后续引发胖达之死的核心症结，仍是阿庆的独断专行。阿仁那句是我做老大的失败，或许意味着他早已幡然悔悟。当初得知阿庆等人诛杀白毛时，便该予以惩戒，而非默许私人的行为。可如今再悔悟，早已回天乏术。与此同时，常威的新布局已然展开，江湖动乱虽达其预期，却也惹得背后势力极为不满。此人的身份，看过第1集的观众早已心中有数。于是，对方派遣高副局长亲自上门警告常威。老板娘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。如果局势像现在这样继续失控下去，我就只好公事公办。高副局长的寥寥数语再次印证常威不过是被人扶持的傀儡，但这具傀儡并非全然可控，其野心之大早在3年前入狱前便已显露。他曾留下这样一句宣言：等我拿到全台北的地盘，我再回来找你啊。这句话足以见得常威的野心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在背后势力眼中，常威是替他们扫平弯弯角头地盘的工具，但反过来说，常威又何尝不是在利用这股势力实现自己的野心？这也解释了为何白毛死后，常威仅用微薄抚恤金草草打发。要知道，白毛一辆超跑的价值便远超这笔钱数倍。因此，高副局长适可而止的忠告，在他听来不过是耳旁风。毕竟好不容易走到如今的地位，他绝无可能轻易收手。另一边的阿仁被连日来的变故搅得心力交瘁，独自前往酒吧寻求片刻清静。阿超与胖达接连惨死，兄弟们怨气冲天，再加上阿庆的擅作主张，后续局势恐将更加失控。若继续隐忍，他不仅难以服众，更会永远背负懦夫的骂名。在弯弯地界，名声往往比性命更为重要。于是阿仁带领兄弟们前往关帝庙，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执行者，策划一场针对常威的暗杀行动。关庆帝君在上，地主是北管阿里。有一件代志要向帝君禀报，有一个组织叫假合会，地主认为一定要甲处理掉，咱地方才有法度过着一个安定的生活。阿仁选择暗杀，实则是深思熟虑后的无奈之举。明面上开战，不仅会受到贵董的牵制，更要直面
曾试过命兄弟，而常威对阿仁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，更何况接连的冲突让阿仁的兄弟接连殒命。即便阿仁一向遵从贵董的意愿，胖达的死也早已点燃他的怒火，报复不过是时间问题。经此一事，北管五虎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。潘帅虽未成功刺杀常威，却因开枪射杀2人身负命案，遭到黑白2道通缉。为保其安全，阿仁只能让阿庆护送潘帅连夜跑路。庆克，我要多久才能回来？可爱20年啊！潘帅离开后，阿庆终于查到宗保的藏身之处，他二话不说直奔目的地，对着宗保厉声斥责。面对阿庆的指责，宗保也终于吐露了内心的恐惧。正是这份怯懦，让北管五虎彻底分崩离析。我自己是大了，到底良好啊！在这之后，贵董找到了阿庆，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。阿庆啊，你知影什么是角头吗？早期台湾有很多的角头。他们不是黑社会，他们是一群很有正义感的年轻人，为了要保护征讨的利益和外来势力对抗，发生打架冲突。贵董这番话意在讲述弯弯的黑帮历史，核心目的就是点醒阿庆做事太过冲动。角头最初的初衷是保护兄弟的利益，而非把兄弟们架在火上烤。这正应了角头最初的规矩，只要是大家认可的领导人，这样形成的群体才是所谓的角头，获得大家认同，成为地方的领导人物，这才是真正的角头啊！其实不难发现，二番战之后，北管元气大伤，核心原因正是当初阿庆的冲动。作为老牌江湖人，贵董怎么可能看不出这一切都是常威设计的圈套？他不是不敢拼，而是始终守着当初的原则。也正因如此，北管在2次冲突中屡次失利，这或许就是老牌角头最后的骄傲。这一点从斗阵里贵董与哈达的对话就能看出来。北台湾是那几几个老的，咱是不是爱出去？这份骄傲的代价实在太大了。哈达被喜爷刺杀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他们坚守的规矩在新生代势力面前注定要被淘汰。可阿庆显然没听进去这些话，兄弟的惨死与逃亡让他心里只剩下复仇。他从没反思过，正是自己的冲动间接导致北管损失惨重，不仅害死了胖达，连年龄最小的潘帅都背负罪名亡命天涯。而最窝囊的当属宗保，他不仅临阵脱逃，没敢执行暗杀常威的任务，还像丧家之犬一样躲了起来，连大哥阿仁的面都不敢见。如今昔日阿仁身边的五虎只剩下阿庆1人，要是事态继续恶化，北管的基业恐怕就要不复存在。于是贵董找到阿仁，想亲自出面解决这件事。万般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。我会出面瞧这代志啊。来啊，你敲电话干舅舅的。我请你食饭啊。这次出面，贵董不仅请来各路江湖前辈，还邀请了关系极好的警局局长，想在谈判桌上化解阿仁与常威的矛盾。从这场面能看出，贵董的背景势力其实很强，只是他的原则一直束缚着他，也绑住了他自己。同时也能看出，北部的角头里如今就只剩永桑和贵董了。顺着这个时间线梳理，2015年上映的角头1其实是角头2的后续剧情，毕竟角头1里永桑已经被手下红毛干掉，而且角头1的时间线里完全没有北管的人出现，这刚好证明经过这波冲突，北管已经彻底没落了。回到故事线，常威收到贵董的邀请，显然早就摸清了贵董的目的，但野心极大的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你老啊，时代不赶啊，就别管那么多事儿。大伟，你就把你养的老虎放出来咬我，你一直这么压着它也不是办法。阿仁不是虎，也不是张天师啊。常威口中的虎爷是江湖里对杀伐果断之人的尊称，他说这话就是在暗指阿仁不够狠，甚至嘲讽阿仁是旧时代的义字牌坊，软弱无能，根本配不上和他这种新生代黑帮抗衡。在他看来，弱肉强食才是现代黑帮的生存法则。至于张天师，大家都清楚是民间信仰里驱邪正轨的代表。常威那句你也不是张天师，则是彻底把贵董当成了纸老虎，嘲讽他那套以和为贵的老规矩，还有老套的威信牌坊，在新时代的权力格局里早就过时了。这场会谈显然全在常威的意料之中，他就是要把这些老牌角头老大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，这就是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新旧时代的更迭。从来都这么残酷。面对常威的羞辱，贵董全程没发脾气，或许他是真的老了，没了年轻时的冲劲，如今只想守着自己的原则，安享晚年，保住北管的基业就好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想法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常威虽是新时代的佼佼者，但北管内部的年轻一代根本不听他的。阿庆在听完贵董语重心长的劝说后，不仅没被说通，反而起了逆反之心。讲的，你讲的我拢了解，我嘛拢真清楚。也毋过即摆人伊逐个头壳点啊！
我知影，你即马有真侪武案，不过即马全部给他吞了。我。就在这时，贵董突然呼吸急促，连番的事件早已让他身体每况愈下，再加上阿庆的刺激，心脏病瞬间发作。阿庆慌忙找特效药，可当他看到办公桌上阿仁与贵董的合照时，心猛地顿了一下。此刻，一种不好的念头涌上心头，他心里的那道坎显然还是没过去。就在他犹豫的片刻，贵董最终还是因心脏病发倒下了，而阿仁恰好就在这时走进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他似乎瞬间明白了一切。是怪老大的，怪老大的！这一刻，阿仁心里彻底对阿庆失望，甚至参加完贵董的葬礼都没让阿庆送自己回家。难道这就是阿庆想要的结果吗？从这一点能看出，他当初的犹豫或许只是觉得受了欺负就要还回去，脑子里只有复仇与反击，完全没把贵董的话听进去。其实贵董的思想虽显老旧，但核心逻辑并没有错，不扩张地盘，只为保证庄内利益，维护兄弟们的安全。阿庆的想法也没错，挨打了就要回击，这是正常人的思维，想不被欺负就要用实力证明自己。可错就错在贵董太保守，阿庆太冲动不计后果，而阿仁则被道义牢牢捆绑。接连的打击之后，潘帅的遗书更是让阿庆悲痛欲绝。曾经的北管五虎，如今就像过眼云烟般消散。我真的很想家，只是20年太久，真的太久，没有你，孤单。对，金哥，我先走了。最终，潘帅没能扛住思念的折磨，无法释怀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连番的遭遇，终于让阿仁下定决心反击。也许是脱离了贵董的束缚，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，于是直接给常威打去了电话。大弟，我话你啊，这是我最后一摆叫你请到的，这通电话是先甲你托头去，今晚我甲你出招，就你甲我的。挂掉电话，常威显得格外沉默。或许他也没想到，曾经的好兄弟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这一次，他想做个了断。阿仁显然知道，这次面对常威是九死一生，于是让柱子把阿庆叫回来。在他心里，或许还是认可阿庆的。若自己遭遇不测，很可能会让阿庆接手领导北管。之后，他回到家里，也再次印证了这个想法。姐姐，切一定要好好打，大汉以后，才当好好拍拼水啊。都袂像爸爸这么呢，哎呦，别去讲输呀。与此同时，被召回北管的阿庆一进门就知道要出事，赶紧给阿仁打去电话。可此时的阿仁正在和常威叙旧，还再次问出了那个问题：3年前你要用来管的时阵，敢有甲给你记个数？阿仁啊，你知道我现在最羡慕的是谁吗？是你呀，不用怀疑毛血，就有那一帮好兄弟在背后支持我。我呢，看看我大把钱，身边没有一个我可以信任的。这一步棋，不是我没算到，只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。从常威的话里不难看出，他其实早就把一切算明白了，但那句没有一个可信任的，终究证明他只是个傀儡。看四剑和慧仁多示众，可这些人效忠的不是他，而是他背后的10亿元。关于10亿元的身份，我们第1集就讲过，他看似成功，实则一直被背后的势力束缚。阿彪和白毛就像一双眼睛，时时刻刻盯着他。接下来的一幕更印证了常威的无奈。谁叫你来着啊？报警！时间差不多了。这里就交给他们吧。阿仁啊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我说了算。一场大战已无法避免，好在阿庆洞察到阿仁是要单刀赴会，在关键时刻赶了过来，双方随即展开火拼。这一次，懦弱的宗保彻底变了，变得勇猛无比。经过兄弟几人的联手输出，终于将剑和会的人一网打尽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响起，为了扛起所有事，阿庆跟宗保毅然选择承担一切，帮阿仁挡下了所有罪责。显然，经过这一系列变故，阿庆已经真正成长了。宗保，那无管了，咱刚2港相拍啦。违规啦！我讲小吧，你听我讲话而已。伊若要咱乌白母哦，出来免叫我老大的。好，我会甲讲啦，对，爱去的。阿庆口中的那家伙，其实就是常威。事后，常威被高副局长叫回住处，遭到了严厉指责。你管北辰都灭了，剑和会是拿下整个大台北，整个北台湾的地下秩序，以后都是我说了算。从常威的话里能听出，他拿下北辰与北管开战，全是背后10亿元的受益。
目的就是掌控北部大部分势力。可这次事件闹得江湖动荡，让10亿元极为不满。老板娘已经决定了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我告诉你，从来只有我教人做事，没人敢教我。常威的笑容意图很明显，他虽是傀儡，却早已经买通阿彪，准备反抗。可最后的镜头里只出现了常威被枪杀的场景。也许常威足够精明，但终究没算到最后一步。阿彪从始至终就没背叛过10亿元，或许只是一直在陪常威演戏，这足以见得10亿元的势力有多恐怖。下棋的人终究还是被布局者吃得死死的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我是黑牛，我们下部经典港片解析不见不散。